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另一个知识点，叫做等轴双曲线啊。什么叫等轴双曲线呢？因为双曲线它有实轴和虚轴，所以顾名思义，等轴就是实轴和虚轴一边大。实轴和虚轴一样长，实轴是2a， 虚轴是2b，2a 等于2b，说明 a 就等于 b。那么它具备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看啊，第一个 a 等于 b， 实轴和虚轴是相等的。第二个，离心率是等于根号2的。为什么离心率等于根号2呢？因为离心率是等于 c 比 a 等于根号下 c 方比 a 方。在双曲线当中 ，c 老大 c 等于 a 方加 b 方除以 a 方，分离常数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a 和 b 是相等的 ，a 方就等于 b 方，所以 a 方分之 b 方就是1，1加1，所以它是根号2。只有等轴双曲线的离心率它是等于根号2的。好，那么渐近线是互相垂直的，是1,3象限角分线。为什么呀？你看，这是双曲线，实轴它和 x 轴的交点是 a1、a2。虚轴呢，它是b 0逗 b， 这是 b1， 然后这个是 b2， 这是0逗负 b， 它构成的这个就不再是矩形，而是正方形，比矩形普通的矩形更特殊，所以它当然是1,3象限角分线和20象限角分线，这是它的渐近线。所以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好，等轴双曲线上任意的一个点到它的中心的距离是到两个交点的距离的等比中项。下一个我们先不看，因为我们还没有学数列啊。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学数列，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等比中项了。好，等轴双曲线我们知道了，它是 x 方等于 a。它是 a 方等于 b 方，那么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a 方等于1，那么它就可以变成 x 方减 y 方是等于 a 方的。交点在 y 轴的双曲线 y 方开头 y 方比 a 方减去 x 方比 a 方是等于1的，所以呢每一项都乘以 a， 每一项都乘以 a 方 y 方减 x 方是等于 a 方的。那么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x 方减 y 方，它呢是 y 方减 x 方，所以我把它统一写成 x 方减 y 方等于 k。k 是个不等于0的数 ，k 要大于0呢，相当于这种情形。k 要小于0呢，把它俩交换位置，符号约掉，它就相当于这种情形。所以这个是把交点在 x 轴和交点在 y 轴的等轴双曲线方程的统一的设法。好，我们接下来看一道题，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我们看一下这个。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方程是那个样子的，交点在 y 轴的是这个样子，统一设为它不等于0，它分成大于0这样，小于0这样好了，我们看一下这道例题，中心在坐标原点，以坐标轴为对称轴，经过点 P， 并且离心率等于根号2，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等轴双曲线的离心率是根号2，因为离心率等于根号2，所以它是等轴双曲线。交点是在 x 轴，是在 y 轴，我们不知道，有个统一的设法，所以我才设双曲线的方程为 x 方减 y 方，它是等于 k 的，其中 k 不等于0。我怎么把 k 求出来呢？因为我不是经过了点 P 吗？既然经过点 P， 点 P 的坐标就满足方程，所以把点 P 的坐标带下来，1的平方还是1，减去-3的平方是9，所以 k 1减9它就等于-8。
然后再把它带回到原方程当中 ，x 方减 y 方是等于负8的，负的8x方加上8y方是等于1的，每一项都除以负8，所以我们就得到 y 方比8减去 x 方除以8等于1，显然它是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好，这个就是等轴双曲线。这个知识点比较简单啊，下次课我们再给大家讲另一个第14个知识点。好，这个小知识点我就讲到这儿。